Hello， 大家好，我是静。今天的影片想和大家来聊一个昨天晚上突发的一个新闻，那就是川普政府是刚刚宣布了将对东南亚4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柬埔寨，它的这个太阳能进行高关税反倾销，而且制裁的力度呢是前所未有的可怕，分别是从几百倍到3500倍最高啊。那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看错了，我还以为我多看了一个0啊，我确定了好几遍，真的是3500倍啊。那我大概去查了一下，那制裁的公司呢是分别在这4个国家啊，特别是以柬埔寨和越南为首的啊。可是呢，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其实被川普政府加上3000多倍的反补贴、反倾销的关税的公司呢，其实都是套了东南亚各国外壳的中资公司，譬如说它这家浩能光电啊，它的总部呢其实是在浙江，它背后的股东，它真正的老板呢也是中共国的人，而且他们还在美国去收购了一些空壳公司来作为分公司啊，就是一个障眼法。那这一次呢，川普政府是非常的聪明，是把这些帮中共国搞这些转口贸易套东南亚各国外壳的中资公司全部都一顿暴锤，而且锤的额度是非常之大啊。那众所周知啊，现在美国对中共国的关税的额度呢是最高是245，可是呢，他这一次一口气把东南亚4国却加到了最高3500倍，它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大家还记得吗？就在前2天，中共国的倒车帝呢是刚刚访问了这其中的3个国家：马来西亚、越南和柬埔寨。他当时呢，他在出访越南的时候，川普就出来发言了，说这个越南和中共国是在合谋讨论如何去搞垮美国，是川普出来发的言。那当时呢，很多中共国的粉区们还高潮了，说你看这个川普啊，吃醋了，这羡慕嫉妒恨呢，好像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一样。说现在是害怕我们中共国和这些东南亚各国联合起来反制美国啊，然后还特别的得意啊。可是倒车帝前脚刚离开，后脚川普政府就对越南和马来西亚以及柬埔寨，甚至连泰国也一顿暴锤啊。特别是他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啊，那当地的中华侨和在马来西亚生活的中共国的人呢，是特别热烈的欢迎了倒车帝。马来西亚的政府和最高的元首呢，也是最高规格的迎接了这个倒车帝啊。那当时呢，我看到他出访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还为马来西亚捏了一把汗。那说实话啊，我个人呢是非常的喜欢马来西亚人的，我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的。其次就是呢，我这个频道当中也有许多观众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那所以说我个人而言呢，我真心的是希望马来西亚政府能在此次的中美的关税战的博弈当中，能看清这个世界的局势，能做正确的选择。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马来西亚的政府呢，却在这个时候选择和中共国的倒车帝眉来眼去，有这么大的动作，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啊。其实是一个对自身的利益非常非常的不利的一个事情啊。那众所周知啊，那现在呢，谁和中共国走得近，谁就会遭殃。因为美国川普政府已经把这个态度都摆明了，就是这个关税战就是针对中共国的，是想用关税的方式把这个世界的贸易的局势拨乱反正。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中共国呢制造了大量的伪劣产品、垃圾产品，是倾销于全世界，而且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绑架全世界的各国，而且还想称王称霸。还记得我昨天的影片当中所讨论的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金女士吗？她不是刚刚转发了
了一个文章嘛，是说中共国的倒车帝他在过去的12年当中是如何在霸权东南亚的，好像一个黑社会大佬一样。其实现实确实也如此，中共国一直是利用它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地位，在东南亚作威作福，威逼利用各种的豆腐渣工程，各种的大撒币的陷阱，就是来引东南亚各国入套啊，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因为以上这4国呢，和中共国一样，它也是有贪腐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有裂痕的一个鸡蛋一样啊。那中共国呢，它就是那一只苍蝇啊，苍蝇呢，它满身都是细菌，满肚子都是蛆虫，它这个时候它发现一个有裂痕的鸡蛋，它盯上去的话，那很快它这个鸡蛋也跟它一起臭了啊。那这就是一个道理啊。那所以说中共国它才可以利用这4个国家去倾销，去洗产地也罢，就是各种的侵蚀和进一步的腐化当地的政府，才会遭到中共国的反复的利用。还有再来就是呢，特别是泰国、越南和柬埔寨这3个国家呢，它是非常的贫穷的，经济也是非常的落后的。那这个时候呢，中共国跳出来，装的特别的慷慨，特别的大方的，好像一个大哥的一个形象一样，说啊，我来帮助你发展你的经济，我来帮助你搞你的基建，然后一顿大撒币，用眼前的诱饵，就是一个糖衣炮弹的一个形式啊，去诱惑，去收买他这些贫穷落后的小弟啊。那其实呢，大部分贫穷落后的国家的政府呢，它是没有办法的，是非常的短视的，它真的是非常需要它这些投资和这些钱啊。那因此呢，它是绝对扛不住中共它这一系列的这种糖衣炮弹的攻势啊。那所以说就在过去的10几年当中呢，中共国是以各种软实力，拿金钱的诱惑，各种的方法，还有输出了大量的他们的犯罪分子到东南亚各国，电诈集团啊，各种的就是搞灰色产业的人员呢，特别是当东南亚各国都对中共国实施免签之后啊，那是更多的这些灰色产业不法分子是不停的输入到东南亚各国，是把东南亚各国搞得民不聊生啊。那顺便来插多一句啊，倒车帝他在访问马来西亚的同时呢，同时又和马来西亚的政府签署了这个免签的豁免的这个东西啊。那之前呢，马来西亚对中共国的免签呢是到2026年年底的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一次的马来西亚政府居然又和倒车帝又续了5年，那就是说现在马来西亚和中共国的免签是要到2031年的年底了，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共国的人都大量的涌入到马来西亚啊，是抢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然后去搞各种各样的灰色地带的生意啊，或者是一种劣币驱除良币的生意的模式，去迅速的破坏当地的一个健康的经商的一个市场。比如说他们会参与到各种的房地产的买卖和旅游行业啊，全都是一条龙的服务，针对他们中共国的客户啊。那这典型的中共国人的恶性竞争的经商模式呢，是可以很快把当地的经商市场彻底就搞废的啊。那所以说现在呢，东南亚各国真的是可以用水深火热这几个字来形容的。那这一次倒车帝出访呢，并没有出访泰国和新加坡。那泰国呢，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是因为中铁时局刚刚建的审计大厦呢是倒塌了啊。那所以说现在呢，他是也不好意思去，也不敢去啊。他现在去的话，他可能会遭到许多泰国民众向他丢臭鸡蛋啊。那所以说他现在就要避一避风头，并没有去泰国。那即使说泰
国的官方已经宣布说，他们把中铁时局的总经理张传令已经抓捕了。可是呢，我觉得他背后的水还不远远是这样，水是非常之深的。他可能只是找了一个替罪羊去替罪而已啊，他这个后面是牵扯到很多的，也包括泰国的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可能也包括更高层的中铁建的领导人啊。那所以说他现在只是抓了一个小小的领导出来做一下替罪羊，就是把这个事敷衍过去啊。其实呢也是治标不治本，并不会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中共国所输出的这个豆腐渣工程的项目啊。那所以说现在呢，东南亚各国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家是看不清这个局势的啊。那除了新加坡和菲律宾之外呢，其实其他的各国还是一个迷糊的状态，还觉得中共国还有希望。其实现在的中共国大势已去了，他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因为他自己的经济失业率，他内部的经济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状况了啊。他现在只是想通过他这一帮东南亚的小弟啊，去刮一下他们的民脂民膏，去利用他们啊，去出一下自己囤积的一些货品而已。那所以说，中共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当他加入到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当中，他所做出来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非常的没有诚信，非常的没有道德，非常的无耻的。他绝对不会真心的去帮助任何的国家，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他只是为了去进一步的压榨其他的国家而已啊。那所以说现在啊，我真的希望东南亚各国和全世界各国都看清楚中共国的真面目，它和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观双赢的这种思想是相悖的。中共国他做生意从来他都没有想过要双赢的，他是想他自己赢，然后你输，而且你要对他俯首称臣，这才是中共国的一个真面目啊。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